捡金骨。这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捡金骨，可是我要说迁坟，您一定知道。常言道，穷不改门，富不迁坟。这说的呀，就是不要轻易的动坟。捡金骨虽然也是迁坟，可是呢，跟传统意义上的迁坟却大有不同。捡金骨又被称为捡风水、二次葬等等，就是说第一次丧葬操办的极为简单，甚至有的都不立墓碑，仅以树木作为标记，一般是在亲人故去之后现挖一个洞，把那尸体放进去。在5至7年甚至数十年之后，等这尸体彻底的腐烂了，算好日子，挑好时间，然后再寻找风水宝地，择吉日开墓，择捡这先人的尸骨就放入金昂中，重新正式的安葬。要完成这一仪式，那必须得是专业的捡金师来完成。这捡金骨的说法呢，就是为了避免忌讳和尊敬祖先，而且金是五行之首，最为珍贵，以示对先辈之尊敬。传统上把人的骨骸就视为黄金，所以开棺捡骨也叫做开棺拾金，而把安置先人的陶土罐和棺木就尊称为金坛和金棺。这捡金师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把尸骨捡出来就行，从第一步勘察旧坟、择日、破土、开棺、捡骨、洗骨、装骨、破碑，直到护送，这每个步骤都是必须严谨，马虎不得。我就认识一位经验老道的捡金大师孙广平，他年近70了，捡金的经验都有50年了。这就源自于他17岁这就已经拜师了，每天跟随师傅到各地捡金，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，至今还坚守着这一门即将消失的职业。孙广平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市的一个偏僻村庄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爷爷相依为命。14岁的时候，爷爷因病去世之后，他就离家闯荡去了，干过饭店的服务员、工地杂工、电影院售票员、卖烟草的，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可是都没干长久，就是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只是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。等他到17岁了，因为天地灾害，爷爷的坟墓就发生了土崩，坟墓断裂，棺材移位，这在农村里视为不祥的征兆，是必须得迁坟的。他的叔辈们就请了一位当地有名的捡金大师张明邦来捡骨迁坟。那是孙广平第一次见到捡金骨，也让他找到自己以后的方向。爷爷重新安葬之后，他就托人找上那位捡金师，希望能学习这门手艺。这张明邦那时正好也想着收徒呢，看着孙广平这人机灵，也挺能干的，张明邦也就直接答应下来。刚入门的孙广平那什么都不懂，只是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，好在师傅对他很有耐心，就细心地教他捡金骨的各个步骤。他也是用心的学，进展飞快，就差一场真正的练习了。师傅名声在外很快就有人找到师傅，希望他出手帮他父亲捡金。这师傅并没直接答应，而是详细的询问主人家的先人情况，尤其是何时去世的、去世时的年龄、去世的原因、捡金的原因，这些都问得一清二楚。主人家也是如实的回答，原来他这父亲是2年前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的，年仅60岁。家人匆忙寻找了一个风水师傅，就随便指了一块地，这就下葬了。他们本想着等2-3年之后再另寻更好的风水宝地安葬，可是没想到这2年家人诸事不顺，灾祸连连，
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各种病痛，不得已，这才想着现在就赶紧捡金迁葬吧。他说了，只要师傅愿意出手，这报酬一定让他满意。师傅考虑一会儿，还是没答应下来，但是他同意先去墓地看看，再做决断。主人家说了地址之后就离开了。孙广平在旁边听得迷糊，就说出他的疑惑：那啥，师傅，你怎么不直接答应下来啊？这送上门的生意怎么还犹犹豫豫的？你就不怕找别人啊？师傅笑了笑，自信地说道：这方圆百里啊，就没有比我更厉害的捡金师了。我这不答应，他们也找不着更厉害的。至于说我为什么没答应，这可就涉及到我们捡金师这行的规矩和忌讳了。虽然我们就是为死者家属服务的，可是如果逝者不能满足某些条件，你也不是随便能出手捡金的。原来啊，这捡金师还有4不捡的说法。第一，也是重中之重，不捡没腐烂完全的尸骨，一般是以3年为期。3年后啊，这尸骨大都能完全腐烂，2年就说不定了。所以呢，师傅就没直接答应。这如果捡了没有腐烂完全的尸骨，这不光捡金师要倒霉，逝者的亲属也会灾祸连连，不得安生。第二，凡是下葬不满1年的新坟是不可以捡金迁葬的。如果1年之内就捡金，则会造成家属有人死亡的现象。第三，不捡夭折之人，也就是18岁以下死亡之人。他们这种人死后会变成亡灵，这类死者的灵魂不足以享受后人的祭祀。第四，不捡非正常死亡的人。非正常死亡就是指自杀、触电、被杀、交通事故等等。这种人死后就属于鬼类，其灵魂最凶恶，作祟之心最为强烈。这不光是不能捡骨啊，他们死后当天就得埋葬，并且下葬时墓穴四周得用桃木打钉，以示镇妖压邪，防止其鬼魂出来作祟。孙广平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但是那时候他对这些禁忌也是没什么概念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些忌讳存在。第二天，师傅和孙广平早早就出发了，走了20里的山路，快到中午了，这才赶到主人家所在的牛家村。到了地方，师傅也没有要休息吃饭的意思，而是让主人家赶紧带着他们去墓穴里看看。在去的路上，师傅就告诉孙广平，这勘探旧坟是捡金前最需要做的第一个准备，也是最重要的步骤。他习惯管这一步叫做查骨。所谓查骨，就是观察遗骨的腐烂情况。捡金师凭借辨别尸体腐化程度的丰富经验，决定是否可以捡金。若是尸体肉化金消，则可以开始准备捡金；若是尸骨尚未完全腐烂，那就不能捡，得等个1、2年之后，尸体彻底腐化之后再捡。当然，这观察其腐烂程度，那可不是开棺这种不能轻易动用的办法，而是透过观察墓穴的地形、土质、葬法推断出来的。师傅还告诉他，这一般7年之后的棺木就不需要查骨了，数十年的棺材甚至都不需要捡金，因为这尸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腐蚀，早就化成了一捧黄土，没有骨头可捡了。他都是从这土里边摘点骨渣子出来，就算是引魂入瓮了。走了将近1个小时，地势渐陡，顺着一条向下的小道，他们就走到一个小山沟里。主人家指着面前一个竖有墓碑的
椭圆形的墓穴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个了。”这师傅的眉头就皱起来，仔细地观察墓穴四周，发现这墓穴附近全是一个个水坑。这明显啊，之前刚下过雨，可是这墓穴四周却没有任何的积水。他拿起来一把小铲子，在墓穴的旁边挖了一个小坑，把土取出来，这才知道原因。他把孙广平叫到跟前儿，指着手里的土问道：“你看，这土和普通的土有什么不同啊？”孙广平仔细查看之后，不确定地说道：“这里边好像有很多小石子儿，看起来就像我之前工地干活的沙子一样。”“你说对了，这就是沙质的土壤。这种土壤啊，和普通的土不一样，它存不住水，水会通过这些沙子呀渗下去。墓穴里边没有积水，正是因为全都渗下去了。这水渗下去了，那棺材自然就不能幸免。对于咱们来说，棺材进水，那其实倒是好事儿，水能加速尸体的腐烂，咱们捡亲的时候也方便点儿。可是对于逝者的亲属来说，那可就是坏事儿了。当然，这也得看棺材的材质和下葬的深度了。要是棺材质量好，埋得足够深，可能也不会进水。当然，这棺材也不是埋得越深越好，太深的话就会形成养尸池，太浅的话就会出现干尸。这所谓养尸池或者出现干尸啊，那就是因为地质太冷或者太热的缘故。要是这依次葬的坟墓挖得太深，这就越容易靠近冰冻的地下山水、河水，将这尸体啊保鲜起来，导致难以腐化，就形成所谓的养尸地了。又或者地质太热，吸干尸体的水分就变成干尸，这两种啊统称为阴尸，这都是没法解禁的。孙广平点头称是，师傅又向主人家问道：“你这父亲下葬时埋了多深啊？棺材的材质是什么？”这主人家回答道：“这棺材就是3-4厘米深，材质是用薄木棺材板大概2厘米厚。”师傅点头说道：“那这尸骨肯定是已经腐烂了，可以解禁。可是不得不说呀，你们这次葬的实在是太草率了，选这么个地方，我就断定这棺木肯定是进水了。你父亲在水里安息，那能舒服吗？”这主人家呀羞愧难当，师傅见状也没多说什么，要了逝者和主人家所有家属的生辰八字，在黄历上仔细的挑选，然后告诉他15天之后就是一个不与家属八字相冲的黄道吉日。15天转瞬即逝，到了捡金的前一天，师傅就带着孙广平来到主人家。这不光是告诉他们需要准备的东西，还是因为第二天要很早就起来去墓地。这是因为白天迁坟时以不过午为最佳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午时阳光灼伤遗骨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这师徒俩就和家属出发了。赶到墓地之后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他们布置好香案、贡品和遮阳的红色帐篷，这接下来啊就是等待吉时到来。过了大半个小时，天空泛起了鱼肚白，到了卯时时，师傅才说道：“行了，可以开始了。”这主人家也就是逝者的长子赶紧上前，跪在地下，对着坟墓念起安土地咒，就是感谢土地神的守护，然后讲述迁坟的理由、迁坟的地址。这些全部结束之后，师傅走上前，高声地喊道：“天无忌，
第无忌，儿孙要挖墓。这挖坟的头三锹土，那必须得是逝者的长子亲自动手。如果逝者没有子嗣，则可以找全福人代替。所谓全福人，那就是指上有父母健在，有丈夫、儿女双全的妇人。同时还要注意，这孙子辈的人不能动先祖的土。三秋过后，逝者的亲属得远远地避开，由这师徒俩继续挖。好在这棺材埋得不深，两人没一会儿就把棺材上的土全部挖光了。随着土被挖开，这棺材也是渐渐地显露出来。师傅凑过来一看，果然就跟他想的一样，这棺材的四周全是积水，那棺材盖都被水泡得发黑霉烂了。师傅递给孙广平一把黑伞，让他等这遗骨出土时遮挡阳光，不可以让阳光暴晒遗骨，以免先人魂飞魄散，不得轮回。这棺材盖就被师傅用撬棍撬开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恶臭。这师傅习惯了倒是没什么，可是孙广平却被熏得差点吐出来。棺材里的尸骨也是显露出来，孙广平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往里边看去，被眼前这一幕吓了一跳。这棺材里边竟然躺着一副黑色的骸骨。师傅倒是面色如常，他告诉孙广平，这尸骨变黑就是因为进水导致的。开棺之后，如果发现骨头是黑的，此现象就是大凶，直接会影响子孙后代不得安宁。这也难怪啊，主人家诸事不顺，这就是原因。师傅递给孙广平一副红色的橡胶手套，让他戴上。这是因为捡骨师是不能空手直接接触尸骨的。他走到棺材旁，在旁边放了一张草席，边捡骨边跟孙广平说道：这捡筋骨啊，可不是乱捡的，得有顺序。这一般呢，就是从脚部开始，由下而上，先脚骨、腿骨、手骨、脊椎骨、肋骨，最后啊才是这头骨。他把这些骨头按照人形各部位顺序排列在草席子上，等放头骨时，他让孙广平动手，把头骨上的牙齿全部取下来，因为这不是人降生就有的东西，属于身外之物，这是不能放入金坛中的。孙广平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清点骨头的数量。师傅告诉他呀，这人有204根骨头，为了让逝者完整，那是一块骨头都不能缺的。孙广平认真的清点，结果呢就发现170-80块。师傅也没意外，而是拿出一个铲子和筛子，把这棺材里的土铲在筛子上，果然这又筛出了不少的碎骨，加起来正好204块。骨头清点完毕，接下来就是洗骨。先是用土砂纸擦洗尸骨的所有部位的骨骸，剔除附着在骨骸上的泥土、草根和尚未腐烂的衣物。至于骨骸上的黑斑，这用水是洗不掉的，必须得用朱砂清洗。洗过的骨头就恢复了原有的白色，看起来也是干净了很多。师傅取出主家早就准备好的金坛，这金坛是陶瓷制成，高约1米，径30厘米左右，上下两端略小，呈纺锤状。师傅亲自动手，小心翼翼地从下到上，按照人体骨架结构，把这骨头按照蹲坐着的姿势装在这坛子里。最上边就是头盖骨。他告诉孙广平，这一步啊，可千万不能出错，一定要按照人体的结构摆放，前后或者左右调转，不然则如同先人的手脚被捆，屈膝下跪，这后人必定会遭到霉运，不出兴旺发达之人。放好骨骸，盖上坛盖，外边顶上再放上一张红纸，这就算是封坛了。接下来
就由长子背着金坛向新坟走去。那黑伞依旧得撑在金坛上边，其他的家属也跟着，而师徒二人就留下来。师傅递给孙广平一把锤子，让他把之前的墓碑给砸碎，放在墓穴里，这就昭示着这墓穴的主人已经离去了。然后在墓穴底扔一个萝卜，扔9枚铜钱儿，这个是寓意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做完这一切，师徒拿着之前逝者身上的寿衣、红手套、旧棺材拿到河边烧掉了。他们就回到主人家里等待着。等主人回家之后，给了师傅100块钱的报酬，这就算结束了。师徒二人就此返回，在回去的路上，师傅拿出30块给了孙广平。孙广平不敢收啊，他觉得这自个儿什么都没做，凭什么拿这么多钱啊？师傅却直接把钱塞在他兜里，告诉他这钱必须拿，这是捡金骨的规矩，只要参与捡金了就必须得拿钱，否则也是对主家不利。那孙广平就只好收下，拿着这30块，他感觉就跟做梦一样。要知道啊，他以前做小工2个月也赚不到30块钱呀。师傅对他毫无保留，倾囊相授。孙广平学得也快，很快他就熟练掌握捡金的各个流程，就能帮师傅很大的忙了。从那之后呢，孙广平跟着师傅是走南闯北，四处捡金，积攒了丰富的捡金经验，也是闯出了一些名气。孙广平也是了解到各地不同的习俗，像北方这就讲究入土为安，很少捡金迁坟，就算是不得已要捡金，也大都是由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完成，很少会外请捡金师。而南方的闽粤等客家地区捡金，则一般是由专业的捡金师完成，所以这师徒俩还是在南方捡金居多。不同地区风俗也大不相同，大部分地区啊是必须要进行捡金骨的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地区在先人第一次葬之后，家族就事业兴旺，事事顺利的情况下，就不会再选择捡金骨了。孙广平就碰到这么一次经历，家族兴旺，可是仍然要捡金，把原本的善事闹了个家破人亡的结局。1988年9月15日，孙广平和师傅受邀前往广西桂平市林家捡金骨。这林家呀，可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，世代经商，有着硕大的家业，而且他们当代族长还是市里的一位大官，可以说是真正的豪门。这师徒俩坐了1天的火车，直到第2天下午才来到桂平市。饥肠辘辘的二人本打算在火车站旁边随便找个饭店填一下肚子，可是结果刚出站门就被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接走了。坐在车上，孙广平这儿摸一下那儿看一下，倍感新奇。他们这虽说是走南闯北，可是还是头一回有车来接送。一路无话，等他们赶到林家所在的林家村时，这已经是下午了。眼看就要进村子，这车子却突然拐到一条小路后边停下来。司机面带歉意地转头说道：“那啥，两位师傅，开这么久我太累了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，咱再进村子。”说完，也没等师徒二人说话，就把这车座子一放，躺下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就响起了呼噜声。师徒二人就感觉有些奇怪，这怎么不进村子再休息呢？但是看司机睡着的那样，可能真的是累坏了。他俩就没多想，各自躺在车座上休息。本以为一会儿就好了，可是没成想这一等就是2-3个小时。俩人饿的是前胸贴着后背了，天都已经快黑了，司机才悠悠地醒过来。他揉了揉眼，看一眼外面，惊讶地叫一声，面带愧疚地转过头：“哎呦呵，两位师傅，哎呀，我这昨儿太累了，不小心睡着了，抱歉啊，咱现在就进村。”这孙广平可是看出来，他根本就没有半分的歉意，
反而还有几分开心的模样。他摇了摇头，就觉得呀，自己这一定是饿晕了头了。车子继续前行，马上就到村口，司机突然说道：“那啥，两位师傅啊，我们这边啊有个不成文的习俗，第一次进村不能让人看着。那你俩能不能趴在后座上，不要出声？”这师徒俩对视一眼，都感觉莫名其妙啊，这还头一回听说有这种习俗。可是看这司机的意思，要是不这样做还真进不了村，他们就只好趴下了。车子一路驶进村里，直到一座气势恢宏的院落门前停下来，门口有2个守卫气势汹汹地走过来。当看到司机时，语气都变得奇妙起来：“哟呵，这不是三爷吗？今儿这怎么了？还开车了？哎，这谁的车呀？你没带人吧？”说着还把头贴在车玻璃往里边看去。可是天色已黑，再加上2人都趴着，所以啊，这护卫也没看见什么。去，滚一边去！就是借了朋友的车出去玩2天，出去1天了，我饭都没吃呢，我先进去了啊。这司机说着呀，就把车开了进去。车子一路快行，足足开了5-6分钟，这才停下来。师徒2人从车上下来，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住了。只见前方这房子金碧辉煌，灯火通明，有3-4层的样子。可是最让人吃惊的，这样的别墅可不止1座，光这边就有3-4座的样子，只不过都关着灯，没有人。这司机也就是三爷咳嗽一声，让师徒2人跟上，走进其中的一间别墅里。里边这装修豪华大气，孙广平也就是在电视里看过这种程度的豪宅。走进客厅了，师徒2人就见到女主人，这是一位30来岁看起来很温和的人。他看见2个陌生人进来，可是没有吃惊，反而露出担忧的表情。客厅已经准备好一桌丰盛的晚餐，三爷说了一句不用客气，就率先吃起来。这师徒俩也是早就饿坏了，见状也大快朵颐起来。酒足饭饱，三爷叼着烟说道：“那啥，2位师傅啊，想必你们也猜着了，之前我说那习俗就是骗你们的，事急从权嘛，不好意思了，毕竟找你们来捡金骨这事儿得秘密进行。”这看到师徒2人一脸疑惑，三爷道出实情。原来啊，他父亲在1次葬之后家族兴旺，大哥的官运和2哥的财运也都是蒸蒸日上，本来也不用再捡金骨了。可是最近大哥的官路却遇到很多的障碍，迟迟无法升官。想到了这可能是老爷子的墓穴风水不好，这才想到捡骨。本来这事儿应该他大哥操办啊，可是那时候国家处处打击封建迷信，这捡金骨更是封建迷信之最呀。大哥身为市里的大官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，他自然不敢亲自出马。2哥忙着做生意，没空搭理，所以呢，就只能让这个小弟代劳。之所以瞒着他人，也是为了大哥的仕途考虑。看到三爷说的有点道理，这师徒2人虽然有点疑惑，也就是相信了他的话。三爷告诉他们啊，这次迁坟的地方他已经花重金找了一个风水大师找好了，只是需要他们尽快的捡骨就行，而且这次的酬金是以往的3倍。师傅也是没有直接答应，按照惯例详细的询问了逝者的情况，得知老爷子因病去世已经7年之久，这就完全可以跳过查骨阶段，直接捡金了。三爷就催促着师傅赶紧定下日子，因为参加捡金仪式的人只有三爷夫妇2人，所以这日子也很好挑，不用忌讳太多。师傅仔细的挑选，发现3天之后就是一个适宜动土的好日子。三爷眉开眼笑，让师徒2人在他这儿安心的住上3天，
至于捡金谷所需要的东西，全都由他来操办。这3天的时间眨眼即逝，俩人在别墅里好吃好喝的，好不快活。第4天，师徒2人睡个好觉，早早就起来。那时候天还没亮呢，这俩人还是趴在后座上，蒙混过关，到了村头，又接上一个妇女。这妇女啊，就是代替长子的全福人。车子一路疾行，大概开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，终于赶到老爷子的墓穴。师徒2人下车，这就看到一座气势宏大的坟墓，周围景色宜人，四面环山，还有2条河流环绕。这墓穴的位置正处在山脉和水流的交汇之处。这种墓穴啊，这可是真正的龙穴。哎呦，这有此等的穴安葬先人，难怪林家这么兴旺啊。孙广平忍不住就说道。师傅瞪他一眼，又看了一下墓穴。这墓穴规模庞大，修缮的也很好，完全就不像是想再捡金的架势。师傅就说出心中疑问：那啥，三爷啊，你确定要捡金吗？此等龙穴可是100年难遇啊，你找的那个真能比这个还好吗？三爷不耐烦地说道：怎么你们都这样啊？说这破地方是啥子龙穴，我找那地方比这儿强多了，我花钱请你不是让你来教训我的，干好你自个儿活。这师傅被呛了一下，无话可说，摇摇头就跟孙广平一起忙着捡金钱的准备工作了。孙广平看到师傅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凑过来小声地说道：那啥，师傅，咱们就是拿钱办事儿，他们有钱，想怎么签就怎么签呗，反正也不犯啥忌讳，咱替他们操啥心呢？师傅点点头，眉头也是舒展开来。师徒2人忙了大半个小时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按照捡金谷的流程，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进行。那个妇女也在铲完3次土之后离开了，三爷给了他300块钱，这乐得他眉开眼笑的。只不过打开棺材的时候，孙广平还是被棺材里满满的陪葬品给震撼一下。呵，那全是一些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的宝贝，让孙广平不由得感叹，这有钱是真他妈好啊。尸骨也是被完整的取出来，经过7年的腐蚀，这尸骨上已经没有一丝的皮肉，看起来洁白如玉，所以啊也不用怎么洗，擦了擦这就放进金坛中。这个金坛和别人的金坛也不一样，是镀金的，这闪的孙广平眼都睁不开了。金坛封盖之后，已经上午8点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师徒2人的任务到这儿就结束了。他们把金坛交给三爷，准备回身敲碎墓碑时，突然就听到一阵阵汽车马达的轰鸣声。他们抬头看去，只见这山下来了好几辆车，全都是清一色的黑色桑塔纳，速度奇快，马上就要到达墓穴了。那抱着金坛的三爷突然脸色大变，抱着金坛就向汽车冲过去。而就在他打开车门时，那上山的车已经到了，车上下来一位颇具威严的中年男子。他下了车之后大声地吼道：老三，干什么？你怀里抱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三爷满头大汗，没有回答，咬了咬牙就把金坛塞进车里，准备开溜。这时其他的车里也都下来人了，把驾驶室的三爷拽出来，拉到那位中年男子面前。那放在车后座的金坛也被抬下来，三爷的妻子赶忙撑着黑伞挡在上面。中年男子这会儿啊就明白了什么，脸色变得铁青，指着三爷说道：好你个老三啊，老二跟我说你找人捡骨迁坟，我还不相信呢，以为他在污蔑你，没想到你他妈真敢干这个呀！这要不是老二的人看到你这几天神色慌张的，
察觉出不对上报了，你今儿真他妈就把这事干成了是吧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这坟不能迁，你怎么还敢动这心思呢？这中年男子啊，骂了一阵儿，看三爷没说话，叹了口气，语气也软下来。那父亲临终前就让我和你二哥好好的照顾你，我们这些年也没亏待你吧？你要啥就给啥，这么大个庄园全给你了，你还不知足啊？听我的，把父亲葬回去，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。那一直沉默的三爷突然说话了，他面带着嘲笑说道：不是我知足？我知什么足了？农村的破园子有啥用啊？你跟二哥一个当官，一个当老板，混得风生水起，有头有脸的，那我呢？你们怕我出去惹事儿，给了我些我不喜欢的东西，就把我圈在这小破村子里啊，还美其名曰让我给父亲守墓，你们他妈要脸吗？我这些年也是想明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事儿都成，我干啥都不行，就是因为当初父亲的墓穴是你和二哥定的，好运气都上你们那儿去了，这次我找了个好地方，这运气总该轮到我了。说完，这三爷就准备上前去抢那金坛，中年男子自然不会让他得逞，手一挥，一堆人就冲过来抓住三爷。这眼看着自己是碰不到金坛了，三爷突然脸色扭曲起来，对着撑伞的妻子疯狂地喊道：妈的贵英，你把那金坛给我砸了，我得不到他们也别想。这桂英犹豫一下，但是看见丈夫眼中的疯狂，她狠下心，将地上的金坛就摔向地面，那周围的人根本就没来得及阻拦。啪的一声，金坛四分五裂，里面的尸骨也是四散开来，最上方的头骨滚得最远，就跟皮球一样滴溜溜的滚，正好滚到三爷脚下。三爷低头看着脚下的头骨，突然大声的狂笑起来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挣脱众人的束缚，对着脚下的头骨就狠狠踩去。这经过岁月腐蚀的头骨当然是经不住成年人用力的踩踏，没几下就被踩了个稀碎。在头骨碎裂的同时，躲在后面的孙广平隐约的看到那有一阵青烟从头骨上升起，在太阳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，同时还伴随着一阵阵痛苦的哀嚎声。中年男子看到头骨被踩碎了，直接晕了过去，跟他一起来的人慌忙围上去，再也没人管那三爷了。三爷踩碎头骨也是愣了一下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清醒过来，跑进车里拿出一大把钱甩到师徒二人身上，然后拉着妻子开车离去了。孙广平弯腰捡起钱来，看了看师傅，师傅也不知道这该如何是好，俩人就站在原地也没动弹。过了许久，中年男子悠悠地转醒，看着已经被属下收集好的碎骨，嚎啕大哭起来，嘴里大声地叫着：作孽呀，我这人做了什么孽了？哭了好一会儿，中年男子才冷静下来，看着还站在一起的师徒二人，也没说话，脸色也是阴晴不定。这孙广平刚想上前解释，却被他属下拦住了。中年男子叹了口气说道：哎呀，算了，我知道你们也是拿钱办事儿，没有你们老三也能找别人，但是我这有一个请求，你们能把我父亲的尸骨原样再放回去吗？那师傅自然是答应下来，尸骨放好之后又填土盖坟，坟墓恢复原样。中年男子的属下走过来，递给他们一些钱，师傅也没收，他们也警告师徒俩别把这事儿给说出去。
两人回到林家村，拿上行李就出发了。别墅里并没有三爷的影子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回家后的1个月，孙广平偶然从一张报纸上的头条就看到三爷的消息。原来啊，他把自己亲哥哥给举报了，举报他们利用父亲用金钱换来的关系上位，大收贿赂，同时利用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帮助老二做生意，这才让他们有了这份家业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三爷的举报而消失了。大哥死刑，二哥坐牢，一场检金，这是闹得家破人亡的结局。又过了几年，孙广平结婚了，有了家人之后啊，他和师傅外出检金就更勤快了。因为随着火葬的流行，好多地方已经没有捡金骨这门习俗了，他必须得趁着火葬还没有真正的普及的这段时间多赚点钱。找他们捡金的人也是变少了，有时候啊1个月都没有几趟活。再这么下去，这可不是办法呀。师徒俩为了生计，就只好去各地的农村推销自己的手艺。毕竟那时候农村还是实行土葬的多。他们就向村民讲解捡金骨的好处，因为一般亲人去世之后啊，3天之内就要下葬，很少有停更长时间的。这3天想找一块风水宝地，那还是挺难的。而没有风水宝地下葬先人，这家族就很难兴旺起来。捡金骨就解决这问题，可以让家属事先找好下葬的宝地，他们再来捡骨，准能让他们的先人住得舒适，后人能兴旺。这说法呀，也是让很多不想捡骨的人都动摇了，纷纷的请师徒俩来捡金，两人的活就又多起来。这时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因为地处南方，湿气较重，这很多的棺材明明在地下埋了3、4年了，打开之后却发现这尸体还没有腐烂呢。还有些啊是因为葬得较深，棺材材质过好，或者用水泥密封墓穴的情况，导致尸体没有腐烂，形成所谓的阴尸。以前也不是没遇到这情况，可那时的行情好啊，他们把棺材重新盖上，再等2年，尸体腐化就好了。可是现在不行了，僧多肉少，太多的捡金师就盯着这块肉呢，他们就不能像往年一样干等着了。师傅有几个同样做捡金师的朋友，就让师傅啊用传统的灌水、火烧、刮肉的办法去掉尸骨上的尸肉。但是师傅觉得这不尊重逝者，无法让尸骨完整，所以他不愿意这么干。为此，他们就专门去了一趟台湾省，学了一门化肉法，说是很快就可以去掉尸肉，而不伤尸骨分毫。可是没想到的是啊，他们学成之后的第一次尝试，却差点要了他们的命。那是1995年7月15日，他们用了3个月，花重金从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里学到这门方法。本准备返回大陆时，被一位名叫陈家豪的当地人找上门来，希望师徒俩能出手捡金。这师徒俩感觉很疑惑呀，他们虽然在大陆有点名气，可是以前从来没来过台湾啊，这怎么还有生意上门呢？而且和内陆不同的是，台湾汉人的移民史就只有400年左右，所以啊还盛行捡骨葬，并没有因为火葬的流行而受到太多影响。同时这边经验丰富的捡骨大师也很多，那熟练的手法让师徒2人都自愧不如，不然他们也不会不远千里到这儿来取经了。这送上门的生意自然不能不要啊。师傅详细询问逝者情况，当得知逝者是一名17岁的女孩，得病去世已经3年的时候，师傅果断拒绝了，告诉他呀，这是犯了捡金师的一项忌讳，不捡未成年的尸骨。陈家豪苦苦哀求，告诉师傅啊，在他们这边16岁以下
这才不能捡金。他们来到台湾，自然应该遵守当地的规矩，这不能一成不变呢。可是师傅没有被说动，摆了摆手，让孙广平把客人送走。谁知陈家豪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抱住师傅的大腿，嚎啕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老师傅，你就帮我这忙吧。前段时间我做了个梦，我那死去的闺女托梦说她住得不舒服呀，很难受，想让我帮她换个家。我闺女生前就没享过福，这死了，我这做父亲的还能亏待她吗？我已经联系好一位风水大师，找好心血了，就差捡金了。可是我实在找不到好的捡金师啊，这附近这几个城市的捡金师我都找过了，他们最少都得3个月之后才有空呢。这事儿我等得起，我闺女她等不起啊。要不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，这边来了2个大陆的捡金师，我都想亲自去大陆一趟了。不是，你们就帮我这忙吧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”师傅还是板着脸，也没答应。孙广平把师傅拉到一旁，低声地说道：“那啥，师傅，现在时代在变，咱们如果按照以前的老路子，这以后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台湾这边的规矩我也了解过，那确实是16岁以下才不能捡金，17岁的没啥问题啊。你看这人这么可怜，咱还是答应了吧，也算是积德了。”师傅回头看了一眼还在哭泣的陈家豪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你把要参加捡金谷的家属生辰8字给我，我挑个好日子。”陈家豪大喜过望，急忙从这兜里掏出来一张单子，上边已经写好生辰8字。孙广平接过来一看，眉头不禁皱起来，上边就是寥寥几人，实在是寒酸。陈家豪看出孙广平的不满，搓搓手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哎呦，这亲戚都在外地呢，一时也不方便叫回来，就我们自个儿家人办就行了。”孙广平也没再说什么，师傅对着这几人的生辰8字推测出来10天之后有个好日子，让陈家豪做好准备。陈家豪满意的离开了，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离开时有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本来按照规矩他们要先去进行查骨，可是他们学会了化肉法，这就算尸骨没腐烂也完全可以捡金，所以呢就省去那一步了。殊不知正是因为少了这一步，才让他们遭受到后续的无妄之灾。时间到了7月25日，师徒俩凌晨5点就起来，等赶到坟地时已经5点半了。陈家豪和几个人已经在等。孙广平看了一眼跟在陈家豪身后的人，个个都是膀大腰圆，满脸横肉，那肩膀上还都纹着一头老虎，一眼这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。他不禁就有些疑惑，这不是说来的是家属吗？这怎么感觉来的都是混混啊？其中一个人走过来，指着师徒俩说道：“我这大哥找着就是你们俩呀，看起来也不咋地呀。今儿捡金给我好好捡啊，不然小心我这拳头。”这师徒俩也是头一回见这阵势，面面相觑，都萌生了退意。陈家豪狠狠地瞪那人一眼，面带微笑地说道：“哎呦，我这兄弟就是开玩笑的，两位师傅别跟他计较，你们放心捡就行。”师徒俩也没再说什么，看向后面的坟墓。其实那也不能说是坟墓，就是个坟头，随意的堆了个土包，没有墓碑，没有贡品。这坟头上也是杂草丛生，一看就知道很少有人来扫墓。俩人拿出东西就准备起来。相比长辈的迁葬，女孩的迁葬就没那么多讲究。时间一到，陈家豪身后的几个人一起上前挖土，
没几下就把这土都挖开了，露出墓穴。再往下挖时，铲子就碰着什么东西，挖不动了。师徒俩走上前一看，这墓穴上面竟然盖着一块褐色的木板，四周用钉子钉着。看到这一幕，师傅脸色大变，突然喊道：停手，这活我们不干了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说完拉着孙广平就走，没走几步就被那几人拦住了。身后有人响起陈家豪的声音：两位师傅还没捡呢就着急走啊，这有点不太讲究吧。师傅转过头来严肃地说道：你别以为我没看出来，这墓穴是用降龙木钉死的，里面的尸骨早就化为厉鬼了，是绝不能开棺的。我劝你们还是把土原样盖上吧，这种墓没哪个捡金师会捡。这别人是不会，但是你们肯定会。陈家豪自信地说道：当初我演那么可怜，就是为了把你俩骗过来，谁让你们是大陆来的呢？不像这边的捡金师人脉广，根基深呢。到了这儿了，你们就得听我的。那周围的人也是都围上来，凶神恶煞地看着他们，大有他们要是不答应就动手的架势。陈家豪微笑着说道：两位师傅啊，请吧，你们都是明白人，还是乖乖配合的好，否则我这帮兄弟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师徒俩看了看身后的众人，知道这时候如果是不干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。他们走上前，拿着撬棍撬起钉死的桃木板，露出下边的棺材。师傅拿着撬棍站在棺材边，迟迟没有动手，看着那些人又围上来。孙广平咬咬牙，拿过师傅手上的撬棍，这没几下就把棺材盖给撬开。这盖板一开，孙广明就看到一股黑烟冲了出来，呛得他往后退了几步。随后这尸体也是露出来，师徒俩定睛看去，不禁汗毛直立，肝胆俱裂。只见这棺材里，它不是一具森森白骨，而是一具完整的没有任何腐烂的女性尸体。这尸体上还布满数十道恐怖的伤口，皮肉翻卷，而最可怕的是，这尸体的眼睛竟然是睁开的，面部扭曲，生前肯定是经历过很可怕的事情。饶是师徒俩见惯各种各样死尸了，也是没见过这么恐怖的，都被吓了一跳。等冷静下来，却都发现其中的不对之处。这地方虽然算不上潮湿，可是棺材材质不好，密封的也不严实，埋的也不深，这怎么3年了还没腐烂啊？这就只有一种可能，陈家豪在说谎。师傅冲着陈家豪说道：你这女儿的尸体完全就没有腐烂的迹象，这哪儿是3年前死的？我断定死亡时间绝不超过3个月，这种尸骨绝对不能捡的，否则是要死人的。陈家豪还是没说话，后边一个小弟冲过来，一把抓住师傅的领子，从这兜里掏出一把折叠刀，对着师傅的脖子就比划着：你这老头咋没完没了的？听不懂人话是吧？之前还说不能开棺呢，你这不也开了吗？现在又说不能捡，你是不知道啥情况是吧？要不要我给你放放血呀？师傅并没在意他的威胁，而是对着陈家豪说道：陈先生，您该知道这个规矩吧？我劝你还是收手吧。陈家豪脸色变得恐怖起来，一改之前的温和，恶狠狠地说道：我当然知道，那又怎样？
我女儿就是2个月前被青龙帮那帮杂碎凌辱致死。江湖仇杀，出来混迟早得还。谁让她是我女儿呢？本来准备随便埋一下就行，她还不安生，天天晚上托梦来折磨我。那我儿受不了了，只能给她找块风水宝地。哼，我家那粪坑就不错，等你们装进坛子里，我就把它扔到粪坑里，看他以后还敢来找我。这师徒俩都惊呆了，可是头一回见这样恶毒的父亲。事到如今，这就只能捡了。他们先是把棺盖半掀开，用复方煤硫油纯液灌上10来瓶消毒，灌完之后倒了数桶的清水，使消毒液能够完全浸透棺材，然后再往棺内倒刚出炉的石灰石，一共50公斤左右，再灌水，直到灌满为止，并且马上盖紧棺盖。石灰石遇到水就会立刻融化，并且产生高温冒烟，然后慢慢的冷却凝固。这段物理变化期间，就正是化肉的过程。这种化肉法要准确的掌握时间，大概是25到30分钟就要重新开棺。要是超过半小时，那可能连骨头都化没了，头发和衣物却能不受影响。开棺的这一刹那，白烟直冒，热气腾腾。此时必须赶快用大铲子把那骨头给挖出来，否则等到完全冷却变硬以后就没法再挖了。然后连衣带骨，先用剪刀剪开衣物，再撒上石灰粉吸水并消毒，接着开始捡骨。然后那程序就跟之前的是一样的。这尸骨捡好后，陈家豪抱着金坛带着小弟就离开了，丝毫就没提钱的事儿。那师徒2人自然也不敢提起啊，也就走了。回到住处，2人是惊魂未定，浑身都湿透了，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。他们心中都有同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以后再也不来台湾了。第2天，他们就踏上回去的轮渡。为了打发时间，孙广平就跑去甲板上晒太阳。旁边有些人在天南地北的聊着，孙广平见状也是侧耳倾听起来。就听这些人说来说去就是一件事儿，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场黑帮大战，青龙帮突袭白虎帮，砍杀了包括他们帮主在内的10余人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其中一个知道内情的人说道：哎呦，他们那帮主啊，好像叫什么陈家豪的，那死的最惨，据说被人家乱刀砍成了10几块了，连脑袋都被砍掉扔马桶里去了。那另一个人也是神秘的说道：哎呦，那据说啊，他女儿就是叫人家青龙帮人给弄死的，这下好了，这父女团聚了。孙广平压抑住内心的恐惧，赶忙回去告诉师傅。师傅叹了口气说道：这他妈就是报应啊。回到大陆之后，2人就又开始捡金生涯。凭借这门化肉法，2人在沿海地区还是混得风生水起。孙广平还收了几个徒弟，开枝散叶。又过了几年，师傅岁数大了，不能再四处奔波，就在家里颐养天年。孙广平仍然活跃在一些还有捡骨葬习俗的地区，但是随着移风易俗，捡金骨还是越来越少。孙广平深知捡骨师这个古老的职业迟早会消失。他有时也想啊，这火葬虽然可以节约土地资源，减少耕地的占用，但是现在这农村里还是先火葬再土葬的老方法，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多少土地。而城市里的人已经不得已将亲人葬在昂贵的墓园中。不得不说呀，火葬的流行也代表着中国传统丧葬方式的终结。这捡金骨虽然也会和其他传承已久的丧葬方式一样，
因为火葬的流行而消失殆尽，但是中华民族对待逝去先人的尊重却永远不会消失，而会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一直都传承下去。